近韓國國防科學研究所 ADD 在本國軍事科學技術院年度峰會正式對外發布代號隱身橋接計劃，全套6代隱身戰機概念方案。有人甚至狂刷彈幕，中國行，我也行。聽到這話，我當時就笑了。這些年中國只要在某個高端科技領域取得突破，全世界总会迅速出现一句熟悉的话：中国行，我也行。高鐵如此，新能源如此，芯片如此，如今連6代機也是如此。可問題來了，如果6代機真有這麼容易造，那為什麼航空工業世界第一梯隊的美國折騰了10幾年 ，MGAD 項目依舊幾經波折？為什麼擁有完整航空工業體系的歐洲6代機項目至今還在不斷協調利益？為什麼印度喊了20多年，從 LCA 到 AMCA 一路喊到頭髮都白了，5代機還停留在圖紙階段？偏偏韓國一架完整意義上的5代機還沒有，卻突然宣布我要造6代機。這到底是技術革命還是資本營銷？是韓國真的掌握了別人不知道的黑科技，還是我們所有人都被一張漂亮的 PPT 帶偏了節奏？道德經24章開篇有言：騎者不立，跨者不行。踮起腳尖強行拔高自身的實力，跨步跳躍，跳過必經的技術積累階段，哪怕聲勢吹得震天響，根基懸空，終究站不穩，走不遠。今天咱們就用這句話，把韓國6代機項目所有遮羞布一次性撕開。我是白飯大招，歡迎來到老魯劇。先給所有不了解內情的觀眾畫一條清晰的生死分界線。中國6代機是已經上天，多輪高強度迭代的成熟時機。韓國口中的6代機是2031年之前永遠無法升空的地面靜態試驗艦。韓國 ADD 官方 PPT 白紙黑字標注的明明白白，這款無尾布局戰機既不是能夠試飛的原型機，連空中技術實驗機都算不上，僅僅是一台1:1全尺寸地面靜態測試模型。說白了就是展廳固定擺放空心鐵架子，沒有任何飛行配套系統。按照韓國國防部公開的完整時間表，至少要等到2031年才能全部完成機身結構、航電系統、隱身塗層的地面靜態測試。整套測試結束以後韓國國會、國防部還要重新核算萬億級研發預算，評估技術落地可行性，全員投票才能決定要不要立項制造能飛的原型機。換算成大白話，未來整整5年，全網吹爆的韓國6代機連離開地面1米的資格都沒有。反觀咱們國內真實的研發進度，2024年年底，審判者歼36，裁決者歼50，2款重型、超重型、純全無尾6代驗證機已經完成首飛。時至今日高低速極限試飛、空天全域數據協同、無人僚機集群配合作戰、超大過載高機動測試全部穩步迭代推進。一邊是常年翱翔藍天、持續優化硬件軟件的成熟機型，一邊是鎖死在展館10幾年內無法上天的概念模型。兩者的差距根本不是1代半代，而是整整一個完整的航空工業時代。此時一定會有思密達抬槓。觀看外觀設計，韓國這款概念機及其全頻譜隱身、機身機翼一體化融合、大型內置彈艙、鋸齒隱身噴口、一體化共形 AESA 射頻，當下全球6代機所有熱門技術標籤全部貼滿，憑什麼判定它只是個噱頭？這裡就是90%普通人最容易踩進認知陷阱。圖紙能畫出來，不等於完整工業體系能造得出來；展廳模型能擺出來，不等於100萬級算力飞控系統能整明白。孙子兵法4篇講核心謀略，以正合，以奇勝。大國軍工立足的正是幾十年持續積累的海量風洞數據，上萬次真機試飛記錄，全鏈條自主可控上下游產業鏈。小國 PPT 堆砌外形的奇，只是單純照搬外觀，拼湊熱門概念，沒有底層工業根基支撐。這種投機取巧的奇放到真實空戰工程制造面前不堪一擊。我們來拆解它最露怯的設計折中方案，一眼就能看穿技術短板。中美正統6代機清一色採用純全無尾飞翼布局，垂直尾翼、水平尾翼全部徹底砍掉，依靠极致氣动優化、超算飛控算法，實現米波、微波、紅外全波段、全角度隱身。這是全球公認6代機統一技術標杆。可韓國這款機型看似砍掉了平尾，卻死死保留垂直尾翼，業內統一戲稱尾無尾布局，背後藏着繞不開的技術苦衷。全无尾布局飞控計算量呈幾何級爆炸，容錯率極低，
哪怕一丁點氣動參數偏差，戰機都會直接空中失控墜毀，屬於全球公認頂級航空難題。中國能夠徹底攻克這套體系，是數十年從殲20隱身戰機、攻擊11飛翼無人機持續沉澱海量試驗數據，無數次極限試飛，打磨自研飛控算法。美國 NGAD 項目即便持續延期，也手握半個世紀飞翼飛行器、隱身戰機研發儲備數據。反觀韓國，當家主力 KF-21 僅僅是一款中下游水平4代半戰機，大型連續風洞規模不足，氣動仿真數據庫空白，極限征機試飛數據幾乎一片荒蕪，沒有任何成熟飛翼飛行器研發經驗，不敢直面無尾布局核心技術難點，只能依靠保留垂尾兜體基礎飛行穩定。這種改良思路就像一台宣傳全自動駕駛的汽車，方向盤還必須人手時刻緊握，宣傳話術再華麗，核心隱身機動性能直接腰斬。這不是技術創新，是技術不足下的妥協自我安慰。在拆解隱身領域核心硬傷，韓國現役主力 KF-21 Block 1今年下半年才正式交付空軍。這款戰機連5代機的標配基礎內置彈倉都沒有，所有空戰彈藥只能靠外掛或者半埋掛載。整機雷達反射面積 RCS 高達 0.5 平米，標準5代機殲20 F-22的 RCS 僅 0.001 平米，兩者隱身差距整整500倍。一款連完整5代隱身門檻都跨不過去的戰機，本國軍工尚且沒有吃透內置彈倉密封結構、寬頻隱身塗層、機身鋸齒隱身工藝，轉頭直接規劃6代機全頻譜隱身體系，完全違背工業循序漸進的客觀規律。論語有訓，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韓國如今盯着6代機軍工強國這塊虛名小利急於塑造區域大國形象，跳過5代機完整研發積累必經階段，強行拔高賽道，最終只會死死卡在各類技術瓶頸，寸步難行。這是古往今來所有急功近利者統一的結局。很多人只會單純吐槽韓國航空工程師技術薄弱。今天咱們深挖更深一層行業痛點。KF-21 分3階段迭代，最終升級6代機的路線，不單單是技術妥協，更是被美韓同盟牢牢鎖入的被動政治選擇。韓國國防部官方白紙黑字公布3步走升級方案，逐條拆解時間線與無法規避的致命短板。第一階段 Block 1 2026年下半年正式服役，僅搭載基礎國產 AESA 雷達，無內置彈倉，隱身體系殘缺，純 4.5 代戰機。發動機100%採購美國通用 F414G1 400K。第二階段 Block 2 2027到2028量產交付，僅補充對地反艦打擊彈藥適配，簡單加裝基礎有人無人協同硬件模塊，綜合性能依舊達不到完整5代機標準。第三階段 Block 3定名 KF-21EX， 也就是韓國口中定義的6代機。最快2032年啟動深度研發，2039年才能形成成熟全面作戰能力。直到這一終極版本，才計劃加裝大型內置彈倉、完整全套寬頻隱身體系，嘗試測試國產12噸級軍用渦扇發動機。2039年這個時間節點極具諷刺意味。等到韓國這款改良機型勉強具備6代基礎能力的時候，我國成熟6代機已經穩定服役10年以上。下一代全新空中作戰平台大概率已經進入預研迭代階段。韓國耗費10幾年拼盡全力追趕的技術目標，早已是我們淘汰的存量成熟技術，永遠在追趕，永遠差一個完整的時代。現在拋出第二層核心反轉 ，KF-21 滿身短板，不全是韓國本土工程師研發能力不足，而是美國提前劃定清晰技術紅線，刻意鎖死戰機性能上限。當年韓國啟動 KF-X隱身戰機項目初期，向美國洛馬公司申請25項5代機核心技術轉讓，美方直接駁回4項最關鍵的戰略技術：機載高端 AESA 雷達底層算法、紅外光電跟蹤系統、高精度射頻電子戰吊艙、寬頻隱身塗層完整配方，僅轉讓21項次級配套技術。美國底層邏輯直白清晰，允許盟友發展基礎國防工業，但絕不允許韓國造出性能完整、性價比碾壓 F-35的隱身戰機，衝擊 F-35全球外貿市場份額。韓國已經批量採購60架 F-35A， 如果 KF-21 進化成完整的5代機，全球終端隱身戰機訂單會被韓國瓜分，美國軍工巨頭上千億的美金巨額利潤直接受損。因此美方從項目源頭鎖死全部核心技術，
航空發動機、高端機載航電、引申材料全方位卡脖子。KF-21從設計之初就注定是阉割版準引申戰機，根本不存在自主升級正統5代机、6代機的底層硬件空間。更致命的外贸枷鎖来自美國国際武器出口管制条例。KF-21整機65%的零部件依賴美歐供应，每一筆海外外銷訂單、最終採購客戶名單、機載彈藥適配方案全部適配數據必須經過美國五角大樓審批同意才能成交。前車之鑑歷歷在目。此前，韓國推銷 FA-50輕微教練攻擊機給阿根廷，僅僅因為英國反對配套航電設備出口，100億訂單直接泡湯。K9自行火炮出口中東，德國限制核心發動機出口，大批合作合同中途擱置。這就意味着韓國所有的戰機外貿、高端戰機升級迭代的命脈，全部攥在老美手中。哪怕韓國砸1000億韓元搞定6代機紙面設計，只要美國單方面切斷發動機、核心機載芯片供應，整個研發項目瞬間全面停滯。這不單純是工業短板，是依附型小國軍工天生自帶的地緣枷鎖。只要美韓同盟框架不變，這條天花板永遠無法突破。6代機第一核心門檻，航空發動機，韓國完全零基礎，不存在任何迂回超車的空間。全球航空界公認一條鐵律：一代航空發動機直接決定一代戰機綜合上限。6代機配備自適應變循環發動機，或是搭載引申2維矢量噴管的大推力小涵道航發。目前全球僅有美國完成多輪變循環原型機地面測試，中國穩步推進全自主自研路線，韓國在此核心領域幾乎一片空白。韓華集團雖然推出小型民用航空發動機樣機，但完全不具備軍用大推力航發熱端高精芯片、高溫燃燒室、高壓渦輪全套完整產業鏈。變循環發動機研發更是從零起步，沒有任何技術積累。現階段 KF-21全系完全依靠美制 F414發動機，美方絕不可能轉讓變循環這種頂級戰略核心技術。沒有自主發動機支撐，韓國所有6代機規劃全部是空中樓閣。很多觀眾會幻想，韓國可以加入歐洲 GCAP 聯合項目共享航發技術，根本行不通。意英日 GCAP 項目核心航發由羅伊斯全權掌控，同樣受歐美軍工聯盟出口管制，絕不會向韓國開放底層核心技術。法德 FCAS 6代機項目早已內鬥瀕臨破產，達索與空客爭奪項目主導權，自顧不暇，更不可能分享核心技術給韓國。動力這條戰機最核心賽道，韓國不存在任何彎道超車可能性。單這一項短板就足以宣判韓國獨立自研6代機計劃死刑。全網幾乎沒人深挖韓國高調宣傳6代機背後的資本算計。韓國急着放出6代 PPT 概念，本質是一場面向沙特、阿聯酋等中東土豪的軍工招商廣告。先看清韓國軍工最尷尬的現實困境。KF-21整機核心命脈受控美國，本土完整研發6代機需要超12萬億韓元巨額財政預算。單一韓國國庫根本無力長期承擔，想要逐步擺脫美國全方位技術束縛，需要海量資金持續投入大型風洞、高溫航空材料、機載 AI 芯片底層研發。這筆巨額資金從哪裡來？答案只有中東海外資本。KF-21裸機售價僅6500萬美元，不足 F-35售價一半，全面適配北約制式機載彈藥，對預算有限、急需批量更新老舊2代、3代機的中東國家。性價比優勢極其突出。韓國 KAI 航空已經多次接待沙特空軍高層、阿聯酋防務代表團，一邊全力推銷量產 KF-21 搶佔外貿訂單，一邊拋出聯合出資共同研發6代機的重磅誘餌。中東各國的心思同樣直白通透。沙特是英意日 GCAP 6代機項目觀察員國，想要提前入局下一代戰機賽道。但歐美聯合項目門檻極高，技術分層規則苛刻。韓國拋出聯合開發方案，只要投入資金就能共享6代概念設計技術，看似低成本拿下下一代空戰裝備入場券，誘惑力極強。至此韓國完整3層戰略棋局徹底清晰，環環相扣，步步算計。引流獲客，高調放出炫目無偽6代概念模型，全球媒體自發免費宣傳造勢，抬高 KF-21整機產品定位。吸引中東國家批量採購量產戰機，快速拿下短期穩定外貿現金流，分攤研發成本，拉攏沙特、阿聯酋投入1000億級資本入局6代聯合開發，
分攤本土巨額研發開支，大幅緩解韓國國庫財政壓力，曲線技術破局，借跨國聯合研發名義，爭取海外軍工刺激配套技術轉移，反向完善本國殘缺航空產業鏈，長期降低對美國單一技術依賴。簡單一句話總結，6代機概念只是韓國的招商海報，真正核心目標搶占中東終端軍火市場，吸納海外研發資本。這也完美解釋為什麼 KF-21尚未大規模列裝本國空軍，韓國就迫不及待發布遙不可及的6代方案。所有造勢背後全是精密的商業算計。但這條勢頭突圍的路線布滿死局，存在2道完全無法跨越的硬性壁壘。第一，中東買家不是隨便可以收割的土豪，沙特手握 GCAP 歐洲6代、美制 F-35、中國外貿引申戰機多重採購備選方案，韓國方案只是邊角備選，議價權極低。第二，所有核心部件、技術出口許可最終審批牢牢掌握在美軍手中，哪怕中東投入100億美金參與合作研發，只要美方單方面切斷發動機、航電芯片供應，整套跨國聯合項目直接全面崩盤。韓國沒有任何兜底自救能力。道德經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韓國自以為靠着一套 PPT， 一場跨國資本合作就能繞開客觀工業規律，掙脫美國地緣枷鎖，自作聰明，投機取巧，看似手握多重談判籌碼，實則每一步發展命脈都被美國給扼住。所有謀劃全部建立在不穩定的外部依賴之上。橫向對比全球3大主流6代項目，更能凸顯韓國方案與生俱來的先天劣勢。美國 NGAD 完整自主航空全產業鏈，變循環發動機完成多輪原型機測試，純全無偽驗證機試飛多年，規劃2030年服役。唯一短板僅項目預算持續超支。中國6代機全產業鏈100%自主可控，2款重型實機2024年底完成首飛，全套分布式光電探測，自研新一代大推力航發，無任何外部技術牽制。韓國雙路線 KF-21EX 迭代計劃加引申橋接全新6代，無自主軍用航發，全無偽飛控零積累，核心航電受制於美國。2031年前無任何試飛計劃，2039年才勉強具備基礎6代能力，技術、資金、地緣3重枷鎖疊加。就連印度耗費20年自研5代機 AMC 機項目，至今停留在圖紙評審階段，多次延期交付，足以證明中等工業國家跳過完整5代機積累，直接衝擊6代機的超高難度。美國手握全球最強軍工家底， NGAD 6代機項目依舊麻煩不斷，持續延期。韓國工業體量、航空技術儲備遠不及印美，想要復刻6代機賽道，完全脫離客觀工業發展現實。好，又到了大招线上一測的时候。雖然思密達大概率也不會聽，很多觀眾看完視頻容易走向2個極端，要麼一味嘲諷韓國不自量力、好大喜功，要麼盲目看好韓國外貿軍工潛力。2種片面視角都不可取。這裡給出3層客觀務實解決方案，理性客觀看待整件軍工競賽事件。方案1，針對韓國自身軍工發展，最優務實發展路線，順應道德經，徐行緩步，其行久也。立刻放棄一步到位6代機 PPT 造勢炒作，沉下心完整吃透 KF-21 Block 2全套軟硬件技術，自主攻克內置彈艙，國產終端軍用航發，寬頻引申塗層3大5代核心技術，補齊基礎工業短板，大幅收縮引申橋接計劃，全新6代驗證項目投入，把有限研發預算傾斜大型連續風洞、高溫航空材料、機載 AI 芯片底層研發，搭建本土自主航空基礎科研體系，多元化分散技術合作渠道，不再單一綁定美國軍工供應鏈，和歐洲開展刺激配套合作，分散美方出口管制風險，逐年降低美制零部件依賴比例，慢慢掙脫單一地緣枷鎖。方案2，針對中東合作國沙特、阿聯酋，理性入局合作策略，不要輕信6代聯合開發遠期空頭許諾。優先採購成熟量產 KF-21， 快速形成短期空中作戰能力；遠期同步布局中美歐多條戰機採購渠道，絕不把本國國防安全綁定單一韓國軍工項目。方案3，作為普通海外觀眾看待全球軍工競賽的正確辯證思維，嚴格區分概念宣傳與實際落地。今後再看到各國新式戰機 PPT 渲染圖，第一時間核實是否存在原型機、完整試飛記錄。完全自主產業鏈支撐，不被炫酷外觀宣傳輕易帶節奏。
世事成佛，大道歸一，軍工博弈最見人心，更見底蘊。縱觀全球航空百年迭代，從來沒有一蹴而就的崛起，更沒有 PPT 堆出來的強國重器。道德經所言，起者不立，跨者不行。放在今日的6代機賽道，依舊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韓國追逐6代機的執念，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突破，而是小國軍工的無奈掙扎，資本博弈的精密算計，是想借中東之姿訪大國之路，妄圖掙脫美國枷鎖，彎道逆襲的一場豪賭。可遺憾的是，航空工業從無捷徑可走，外形可複刻，概念可抄襲， PPT 可包裝，但數十載的風洞沉澱，百萬次的飛控迭代，全鏈條的工業根基，自主可控的核心技術，永遠無法投機竊取。追風者終被風棄，務實者方得長遠。所謂的中國行我也行，終究只是跟風者的自我慰藉，永遠復刻不了大國深耕不輟的底氣與實力。我是不愛放大招，点讚關注，下期再見。